会玩的韦德长这样，不会玩的韦德长这样，会玩的韦德长这样，不会玩的韦德长这样。我来控下球，找找机会。会玩的韦德操作像这样，不会玩的韦德操作像这样。是我，你们的主播台湾耳男。今天我们要来跟各位分享的内容是关于 Dwyane Wade 这个角色的单排操作思路。那为什么说是单排操作思路呢？因为我自己在玩这个球员的时候呢，大部分的场次都是用单排来上分的。那其实在这个单排的过程当中呢，我自己也不乏有一些真的挺丑的操作。好啦，妹妹先不要叫啦。但我现在可以很自信的说，我已经学会了这个角色大约70%到80%左右的操作思路了。那么今天我就会就我自己对这个角色的理解来跟各位分享，这个角色到底要如何来玩才算是一个比较称职的Dwyane Wade。当然呢，该上的人权还是得上的，好不好？虽然呢，我自己个人觉得季初的功勋真的很水哦，我估计在今天之后，大概会有一些全服百强的韦德操作还是丑如狗哦。你看，就我现在一个这样子的奶爸型玩家，每天光顾小孩都没有什么时间了，好不容易骗睡了，每天就来打个几场而已，我也能够全服前100了。所以基本上季初的这个全服前100是没有什么说服力的啦。当然，这个也可以显示韦德这个角色到底有多狗哦，打的场次少，上分轻松，并且当你的队友是韦德的时候，你直接给他一个舒服的空间阵，嘎兽就这样子直接水到全服第8了。所以各位，老话一句啊，功勋这种东西参考就好，不要看太重，好吗？但是也可以给一些如果你真的很看重功勋的朋友呢，那这部影片的胜率以及呢角色排行呢，应该可以让你稍微参考一下这个影片哦。好了，那我们话不多说，影片启动。难开高了，爽就站起来啦！点进来看这部影片的你呢，如果你使用的装置是移动装置版本的，别忘了在下方帮我热推一下，让更多人都可以看到这部影片哦。好，首先潜能的部分呢，我个人呢是这样搭配的。那你可能会说，韦德不是应该要配22或25三分吗？但其实对韦德来说，除了3分之外，最重要的属性是力量跟运球。那至于为什么是力量呢？我们等等在后面会说明。3分你只带16，会不会铁呢？根据我自己打下来的经验呢，其实是不太铁的。这角色3分啊，跟 Paul Pierce 还有 Jaylen Brown 一样，都是莫名其妙的准，很奇怪。但其实我自己实测下来呢，只要你在叠满3层动能的情况下呢，它3分基本不太铁的。但是你自己可能就要稍微去控制一下你的动能了。22运球主要是为了可以出晃导。那为什么要给到6点弹跳？是因为要增加它的盖帽高度跟范围。那这套是我自己用起来呢，我觉得相对舒服的组合了。那这样子用起来的话，整体的属性会像是我们画面上面看到的一样。好的，那么各位另外也可以看到，在它的动能转换这个招式里面呢，它只要每拥有1层动能，它的力量属性跟除了3分以外的任意出手命中率都是会增加的。所以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个角色它的2分几乎不太铁。好，再来我们来看到这一个贴地飞行当中的半转身运球哦。好，那么各位可以看到，在这个半转身运球里面，它有跟你说明说，在这个拉球背身推进过程中，只要与防守球员发生碰撞的时候，是有几率可以撞退对方的。那如果你的力量属性越高的话呢，它撞退对手的几率是越高，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带力量属性的原因哦。好，那各位理解这个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来进入操作的部分了。各位用韦德这个角色要有一个认知，就是韦德这个角色他非常容易被撞停。那为什么很容易被撞停的原因，是因为他的这一招动能转换对抗，其实也是他的一个主要得分手段之一。这个动能转换对抗是，你只要有2层动能的话呢，在撞到对方的时候，除了可以增加自己100点士气之外，你可以直接让对手停止行动，并且去做出任何后续延伸的动作。比方说撞完之后改成后仰投篮，或者是撞完之后继续贴地飞行，然后投篮，或者是撞完之后直接改成攻框。总之，会玩的韦德跟不会玩的韦德，其实看这一招
就马上知道了。有很多韦德撞完之后呢，就在原地发呆，不知道该怎么办，接着传球，然后就爆传，一个球权就没了。所以你玩韦德，你一定要习惯于被撞停这件事情。再来，你就可以像我们刚才一样，尝试去做出各种延伸的变化了。好，所以等一下后面我们在进行各种操作的时候呢，包括贴地飞行，或者是半转身运球，或者是像这个电光切入当中，这些过程中都是有可能会被撞停的。那么当你被撞停到的时候呢，绝对不要紧张，这正好是你的得分机会哦。OK， 了解了这个被撞停以及动能转换对抗的机制之后，再来我们就可以来讲操作面的部分了。好，那么操作的话呢，我们就分成非持球进攻跟持球进攻吧。那非持球进攻很简单，我们的起手方式就是用这个电光切入，然后再去做各种延伸。那我建议各位接球发起进攻的区域呢，可以站在这个位置。那为什么会站在这个位置的原因，是因为当你在电光切入完进去之后呢，你会刚好到达这个迷踪步上篮的区域。那比起像这样子切进去直接闪电灌篮，我更推荐大家可以用这个迷踪步上篮。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如果你站在这一个比较远的位置，然后往前去做电光切入的话呢，你的对手不用太内缩，你是有很高几率可以去撞到他的。那撞到他，撞下去就是直接一个2分。那如果你是稍微往前一点点去做这个突破的话呢，对手可能还来不及那么内缩，那你就是顶多切进去之后，然后电光切入一个2分，就少了很多的可能性了。那你说，可是这个迷踪步上篮啊，它太慢啦！你看，像这样切进去，然后迷踪步上篮，这太慢了，有时候中锋可能会跟到。各位不要怕，这个迷踪步上篮的招式，事实上它是可以被打断的。当如果说我切进去，然后变成迷踪步上篮，怎么办呢？你可以像这样子来解。好，这个是怎么用的呢？它的用法是这样子：当我突破出去之后，迷踪步上篮，然后接一个突破，再按一次灌篮键。它其实是利用迷踪步它的第一步出去，可以用指令来打断的这个操作。用突破打断之后，再接上灌篮。我们再看一次，迷踪步突破，然后灌篮。这个速度跟你直接冲到前面去做闪电灌篮是一样快的，所以这招也是我个人很爱用的一招之一哦。如果说你不想要接灌篮，那你可以怎么接呢？你也可以像这样子，迷踪步完之后出去接投篮也 OK， 或者是迷踪步完突破出去来一个半转身，也是一样可以的。所以总之，这个迷踪步上篮的打断，它就可以让韦德他多了很多招式衔接的机会。甚至我要用突破打断完之后，接一个半转身，再拉回去，再接一个3分，也是没问题的哦。所以你看这角色有多可怕。好，那么接球进攻大概就到这里了。利用我们刚才的这个电光切入，切进去之后迷踪步打断，然后来进行各种延伸动作，或者是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呢，去拼被撞停，然后被撞停之后呢，再来找各种进攻机会哦。再来我们要讲到持球的进攻模式哦。那如果今天发球的时候呢，是你作为持球手，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以前啊，我通常在用这个角色的时候，我都会站在这个位置来发起进攻，然后可能用这一套连招来进行得分。可这套连招呢，大概只有在这个角色刚出前2天的时候可以用哦，虐菜用。现在呢，基本上所有人都会盖会踩了，而且有很多韦德很喜欢，特别喜欢用这个反拉。但我不得不说，这反拉真的大家都会踩之后还蛮废的，所以我不太推荐大家进攻发起从这个位置来发起。那我推荐大家进攻发起的话，站在哪个位置呢？其实站在这个位置是最舒服的。那为什么要站在这个位置的原因，我们来解释一下。比如说我站在这个位置，然后我想要靠顶开对方来打3分，那我就可以像这样子贴地飞行，突破出去之后，然后直接接一个半转身投篮。或者是如果对面中锋出来协防你，那么你也可以直接切进去之后变成迷踪步上篮，然后再进去用一个闪电灌篮。或者是你也可以突破出去之后，然后半转身，然后在3到4米的地方直接拔起来灌篮。总之，这个位置就是一个让你能里能外的进攻发起点。所以我个人认为啊，会玩的韦德跟不会玩的韦德，看他一开始发起进攻的站位，你就知道这个韦德有没有料了。好，再来，在你发起进攻的时候，还有一个小秘密，注意看我的持球手。我现在的持球手是左手，那如果我在持球左手的情况下，我往左突破用贴地飞行的话，它的速度会像这样。
好，再来我们来看，好，我同样是左手，但是我往右贴地飞行，它的速度会像这样。各位应该很明显看得到速度上的差别，对不对？我们直接来比较一下。好，速度上应该是相当明显，对吧？它的第一步突破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偷分的方式。有一些防守者他会去为了预判你的下一个出招而去漏掉你的第一步突破，所以我觉得这个第一步突破其实也是一个很好偷分的方式。比如说我现在在右手，然后他现在站在我的正中间，这个时候我就可以直接往右边突破，去杀他一个措手不及哦。好，所以如果你的动态视力够好的话，我会建议你先看一下自己是右手持球还是左手持球，再来发起进攻，决定你自己要往哪一边进攻哦。好，再来还有一个细节，很多的韦德在用完这个贴地飞行之后，会马上接这个半转身运球。用完贴地飞行之后不用急，你会发现这个半转身运球它会一直亮着很长一段时间。看一下哦，大概多久呢？大概将近1秒的时间哦，它都会是一直亮着的。也就是说，你在贴地飞行完之后，你其实是可以拖很长一段时间再来进行这个半转身运球的。那为什么它要故意设计成让你可以那么长的时间去按下这个半转身运球的原因，是因为它要你去观察对方的站位，再来进行这个半转身运球哦。那这个就呼应到我们前面跟各位分享的内容哦，就是他如果在这个背身状态的时候，假设他是有顶到对方的时候呢，他是会有一个把人家推开的动作，那这个就有点像是 Nowitzki 把人硬推开来的动作模组哦。所以实战的片段呢，会像这个样子，各位看一下。所以像我自己个人的习惯呢，我就会先使用这个贴地飞行突破出去之后呢，再来使用半转身运球把对方挤开来之后，如果被挤开了，我就直接送他一个3分。所以各位要记得啊，在贴地飞行完之后，绝对不要急着去按半转身运球哦，记得拖一下，再按下半转身运球，再决定你要不要出手。那这招我个人是觉得非常恶心哦，因为如果你突破出去，假设对面离你太近，他又会被你顶开；但是如果离你太远，他又会漏掉你的缩圈3分。所以这招真的是恶心到不行啊！我觉得这算是韦德最恶心的一个招了。你在使用这个贴地飞行跟半转身运球的组合连技的过程中呢，如果你发现对方身上已经有了加速的速度线的话，也就是他已经用掉加速的话呢，那么你就可以直接放心的像这样子后撤了，因为它的这个缩圈离谱到你没有加速基本上是跟不到的。OK， 那这个就是半转身运球要注意的事情啦。好，再来有一点呢，我觉得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我发现很多人他不会扣这个动能。各位要知道哦，当你今天动能满层的时候，除了可以用动能冲刺之外，最重要的是，如同我们前面技能说明的，你每拥有1层动能，你的力量属性会增加，也就代表着你顶开别人的几率会变得更大之外，你的命中率也会增加。然后再来非常作弊的一点是，你只要在有这个3层动能的情况下，你只要一开加速，手上直接出现这个黄色的光，对不对？只要在你还没有用掉动能冲刺之前，你只要开加速就会有这个黄色的光，你就等于直接拥有360。所以即使你完全不进攻，你就单纯在开加速的时候去扣这个360也可以啊，各位，你就知道这角色的防守有多恶心了吧？所以不管你是要守攻框，或者是守外线，我都会建议你把这个3层动能扣着，没有到必要的时候，绝对不要使用掉动能冲刺。这个动能啊，对人位来说太重要了，所以这个就非常考验你在防守的时候呢，不能乱按加速了，知道吗？哪怕是你只要不小心像这样子按到一下，你整个人就直接飞出去了哦。所以你说韦德这个角色能不能当2号位打呢？完全可以，而且非常适合哦。这就是这角色的恶心之处了。除了进攻无解之外，防守也超级强，基本上现在不太有角色能够 counter 这个角色哦。你说小卡算了吧，光是甩距离就被他甩到108000里远去了。副职能不能呢？我目前还没有看到真的很顶的副职可以断掉会玩的韦德啦。再来最后一个就是他的决胜不屈的这一个技能啦。在我之前的影片当中，其实我有说到这个技能，我认为没什么用，但是虽然我目前还没有成功用出来这个过，因为通常赢的比分都还蛮悬殊的，但是这个技能有个非常恶心的地方哦，它只要拥有3层动能的情况下，它是必定能够拿回球权的。也就是说，对方只要出手冒你会清除所有动能之外呢，立即投篮，他会出手决胜抛投哦。那更甚至呢，你被盖了之后，你还可以转成突破，然后再进行投篮哦，这超级恶心哦。所以这招虽然我目前没有成功用过啦，但我觉得关键时刻应该可以拿来水一篇精华。再来，我们就要来讨论一下适合韦德的阵容到底是什么。那其实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韦德他基本上就是空间阵上帝哦。所以如果你可以搭配一个里约
乳给他，或者是一个 Gasol 给他，那么他打起来会是相当的舒服啊。那也趁着这个空间阵崛起啊，我的 Gasol 也莫名其妙就第8了。由此可知啊 ，Wade 他的空间阵到底有多强？那如果你说你的队友，妹妹，你先不要讲话。妹妹啊，那如果说你的队友真的没有空间型中锋，韦德能不能当 A 呢？跟大家说，会玩的韦德他完全是可以当 A 的。他只要会阅读对面的加速到底有开过还是没开过，基本上他完全是可以在外线进行无情单打的。所以这角色目前为止可以说是继 McGrady 之后最狗的一个角色，比 SGA 还要再更狗，狗脚中的狗脚，那就绝对非现在的 Dwayne Wade 莫属啦。那么以上呢，大概就是关于 Dwayne Wade 他的一些操作思路介绍了。当然，如果你有任何的想法，也欢迎在下方留言，我们大家一起讨论，一起教学相长。好，最后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影片，我是台湾男，我们下部影片见，大家拜。